家里人想来会很识趣，轻易不会去打扰他。估计也就是两个弟弟贪吃，会经常过去蹭饭吃吧。欧阳太太张张嘴想说什么，话到嘴边又打住，因为她觉得女儿的想法很不错。妈，我和战远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会处理好的，总之我不会让自己吃亏。欧阳雅安抚着母亲，也是告诉母亲，她的婚姻她做主，父母可以给她提意见，但不能给她做决定。妈，很晚了，你回房里休息吧，我也休息了，明天要回公司开会。欧阳太太起身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明天她再找战远聊聊，看看战远是什么想法，是否真心实意的。欧阳雅送母亲出去，等母亲走后，她才关上房门，转身往回走。惦记着的是得到了结果，欧阳雅心情好，倒头便睡，睡得特别快。反而是她母亲回到房里还毫无睡着。欧阳太太起来时是没有惊动身边的老伴的，但她有心事，悄悄地回到房里后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惊动了身旁的老伴。老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翻来覆去的，像间咸鱼似的，是不舒服，还是有心事？欧阳父翻过身来，面对着妻子，睁开眼看着老妻，关心地问道：你上一次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还是生阿俊那晚？欧阳太太叹着气，我是有心事。你开灯，我睡不着，咱俩聊聊天。又有什么心事了？不要总是想这想那的，不利于养生，咱俩的身体花了好几年才养好呢。欧阳父嘴里说着，还是开着了床头的灯。欧阳太太坐起来，我也不想胡思乱想，做着不利养生的事。可是那关系到咱们女儿的终生大事，我能不操心吗？阿雅的终生大事也不用咱们操心，她能自己处理好，这个女儿的主意大着呢。一听到是长女的人生大事，欧阳父就关掉了灯，说道：睡吧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咱们的阿雅厉害得很，不会被外面的臭小子哄骗了去的。真要愁的话，就是愁她看不上外面的那些臭小子。欧阳父是不担心自家女儿被外面的臭小子骗去的，追求女儿的人多了去，没有一个能成功。女儿看不上他们吗？主要是那些打着追求女儿旗号的男人，野心都大得很，冲着欧阳家的钱来的。他是没有本事，身体也不好，到处求医问药，吃了很多药才调养好身体，活到如今。也亏得他欧阳家有钱，再名贵的药都买得起给他吃，否则他早就死了。为了能活到儿子长大成人，欧阳父是凡事都不操心的了，天天念着要养生。他天天都要练一会儿太极，然后看看书，练练书法，饮食上也很注意。总之，别人证实有养生效果的法子，他都学了过来，还是有效果的。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了。他是看不上外面的那些臭小子，但看上家里的了。欧阳父，咱们家里有臭小子吗？战远。欧阳父很快就想到了战远身上，见老婆不说话，默认了。欧阳父又开着了床头灯，人跟着坐起来，看着老妻，不是很相信地问：阿雅看上了战远？他跟你说的？这丫头原来会喜欢男人呀，我还以为她不会去爱一个人呢。欧阳父吃惊是吃惊，但他不像妻子那般忧心忡忡的，反而松口气，觉得自己的女儿原来是正常的。他挺担心女儿不会去爱人，更怕女儿的性取向有问题。还好他的女儿是正常的，20好几了，一直没有恋爱，那是因为外面那些臭小子没本事，打动不了女儿的芳心。战远不错呀，欧阳父很是欣赏战远。第一次见到战远这个年轻人时，他就觉得这小子非池中之物。后来证实他的眼光不差，人家战远就是豪门里的少爷，家里是千亿豪门，战远本人也有不少私产，但人家还是那样低调，为了提升厨艺，不惜放下豪门少爷的身份，千里迢迢跑过来给他女儿当厨师。是战远的话，你愁什么？战远天天都在咱们的眼皮底下活动，
他什么性子的人，我们也能看清楚。而且战远也是豪门少爷，跟我们家那是门当户对。战家的家风也好，咱们不用担心战远是为了钱财接近阿雅的。哎呀，我竟然觉得除了战远，就没有人能配得起咱们的女儿了。战远挺好的，他和阿雅又是同龄人，有着共同的话题。平时看他也很照顾阿雅，阿雅对他态度极好。原来他们俩早就看对眼了呀。欧阳父说着说着笑起来。战远刚来时，我瞧着阿婷很是欣赏战远，我还以为阿婷喜欢战远了，战远长得太好看了，没想到是咱们家女儿和战远发生了感情。欧阳父笑道，当我女婿好过当我的侄女婿，阿婷应该不会真的喜欢战远吧？老婆，你找个时间问一下阿婷，别因为一个战远导致姐妹反目，那就不是好事了。她瞪着丈夫，别人都是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喜欢的，怎么她家里刚好相反，反而是丈夫这个要当老丈人的，对战远很是满意，越看越喜欢的那种。老婆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阿雅和战远是真在一起了吗？是阿雅说的吗？欧阳父开心过后，又赶紧问着妻子，就怕一切都是空的，是老婆的猜测。欧阳太太默了默后答道，我刚才在楼梯口看到了，看到阿雅和战远拥抱在一起，要不是在屋里，我觉得他们俩还想亲吻。不过他们彼此看对眼的时间不算长，只是咱们阿雅是个行动派，看清自己的心思后，马上就行动起来，要去求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欧阳太太便将战远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女儿来的，以及战家老夫人提前相中了女儿，撮合战远和女儿的事全都告诉了丈夫。欧阳父听得啧啧有声，战家老太太这么牛逼的呀，改天咱俩过去拜访一下她老人家，也替阿雅实地考察一下她未来婆家是否真如传言中那么好。怎么，你不喜欢战远这个准女婿？见妻子一副无语的样子，欧阳父问道，战远这样的女婿你都不认可的话，那咱们女儿还真嫁不出去了。要是阿雅一辈子不嫁人，待在我们身边，你又得愁死。咱们做父母的没用，要阿雅早早就接班，那么累已经觉得对不起她了，可不能将她一辈子锁在我们身边，她要去追求她的幸福。咱们做父母的，只要儿女幸福，我们就放心了，不是吗？也不求大富大贵哦，咱们家已经够富贵的了，阿雅嫁人只要看男方的人品了，财富地位不如我们家，稍微差一点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接受的。不过若是战远的话，我觉得很适合门当户对的。欧阳太太说你就不觉得战远很远吗？他是管城人，管城离我们这里2、3千公里呢，坐飞机都要几个小时，从我们家去机场车程1个半小时，坐飞机又要几个小时，到了管城机场再去战家，也要1、2个小时的车程，等于以后我们去女儿家里要花上1整天的时间在路上，太折腾人了，还是嫁我们本市的好。咱们本市也有那么多豪门少爷，就是好吧，我承认他们都不如战远好看。欧阳太太承认各方面跟女儿最般配的人还是战远，这有什么？战远现在不是在咱们家里上班吗？他肯辞职离开，阿雅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人，也不会在这个时候跟着他去管城生活。阿雅没有跟你说过婚后，他和战远肯定还是留在这边生活的。欧阳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，说了，亲父女啊，想法一样的。她还没有告诉丈夫女儿是怎么想的，丈夫都猜到了。欧阳父说道，既然说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赶紧睡吧，再不睡天都要亮了。他再一次关掉了床头的灯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操那么多心做什么？再者，咱们也没有那个精力操心，儿女的事也轮不到咱们做主。阿雅有自己的想法，她能处理好她的事，她那样的性格，婚姻也要自己做主的，轮不到我们做父母的帮她做主。既然我们插不上手，
还不如就看着，顺其自然。战远这个人，咱们好歹了解了几个月，又天天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活动，好与不好，我们都能看得到，不用担心。管城战家的名声也不错，你实在不放心的话，改天我陪你飞一趟管城便是。欧阳父说完，打了个呵欠，翻个身去，背对着妻子，很快就梦周公去。儿女的婚姻大事不用他操心，他还是睡个好眠，好好养生吧。见丈夫都不用5分钟就沉入了梦乡，欧阳太太忍不住轻拍丈夫2下，低声说她一天天就知道睡，像头猪似的。欧阳父睡着了，他那2拍力道又不大，并没有拍醒他。叹了口气，欧阳太太也跟着闭上眼睛。不想啊，女儿那么聪明，事事都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，她操心也没用，主要是女儿不会听她的，还是睡吧。失眠了半宿的欧阳太太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，一夜再无话。平时欧阳太太会临近中午了才会起来，因为有心事，她哪怕失眠了半宿，今天也早早就起来了。她下楼的时候，欧阳雅在外面晨跑，还没有回来。战远老样子在厨房里为欧阳雅姐弟3人准备早餐。大伯娘，欧阳健在看电视，见到欧阳太太下楼，他连忙站起来叫了欧阳太太一声：“大伯娘早。”他又补上一句：“欧阳太太说他阿健，你这么早就起来了？你哥还没有起床呢。”我晚上早睡就早起了。欧阳健拿起遥控器关掉了电视，对欧阳太太说道：“大伯娘，我上楼去叫醒哥哥。战远哥哥今天上班了，叫哥哥起来，等会一起吃小兔子。我叫战远哥哥给我们做小兔子糕点。你上楼去叫你哥起床。”欧阳太太没有阻止侄儿上楼去，他儿子被大家宠着，其实是有点娇气的。早上起床难，爱赖床，反正他当妈的很难将儿子叫起来。可能是他心软吧，特别疼爱儿子，只要儿子说句还想再睡会儿，他就不忍心将儿子自床上挖起来。要是女儿和战远都不在家里，儿子上学准会迟到。赖床吗？欧阳健小跑上楼去，来到了欧阳俊的房门口，他先敲门，大声叫喊：“大哥，起床了，要迟到了，快起来！”欧阳俊听到了弟弟的叫喊声，但他并没有起来，而是2手捂住了耳朵，一个翻身，想继续睡。大哥，战远哥哥今天上班了，大姐出差也回来了，你再不起来，等会儿大姐晨跑回来会揍你的小屁屁。听到战远今天肯下厨，大姐也回来了。欧阳俊放开了捂着的耳朵，人跟着坐起来，边下床边应着：“是真的吗？我骗你做什么？大哥快起床，还有件新鲜事告诉你，快开门。”欧阳俊跑去开门，俊脸上满是八卦之色：“什么新鲜事？”欧阳健嘻嘻的笑：“大伯娘居然也早起，她下楼了，在1楼。这算什么新鲜事？他妈妈又不是没有欧阳俊后知后觉地发现，他的母亲大人貌似还真没有早起过，反正从他有记忆来，母亲都是睡到日上3竿才会起床。战远哥哥都是给他们这几个早起的人准备早餐，母亲起得晚，一般都不会用早餐。我妈这么早起来做什么？欧阳俊好奇地问。欧阳健小声说道：“我瞧着大伯娘黑眼圈严重，昨晚肯定没睡好，大人睡不好就是有心事。是什么心事？咱们小屁孩问了，他们也不会说的。”想了想后，欧阳俊说道：“等等我去换衣服，洗刷一下。阿健，我的书本还没有收拾好，你帮我收拾一下。我书桌上的书本都要带去学校的，全都帮我塞进书包里就行。”“行，你快去换衣服，我帮你收拾。”欧阳健也不是第一天帮哥哥收拾了。在欧阳俊换衣服洗刷的时候，欧阳健进了哥哥的小书房，帮忙将书桌上的书本收进了书包里，又帮哥哥检查了一遍，确定校卡都在，
才背起了哥哥的书包走出小书房。欧阳俊刚换好衣服，哥，我先下楼，你的书包我帮你背下楼去。好。欧阳健下楼了，没看到大伯娘在屋里，他以为大伯娘出去了。放下大哥的书包后，他就往厨房跑去。闻到了香味，他想去看看能不能吃了。战远哥哥，我闻到了香味，是不是可以吃了？我想。大伯娘，你在这里呀？一头扎进厨房的欧阳健看到自家大伯娘在厨房里，站在离战远身后，默默地看着战远。欧阳太太神色自若地问着侄儿：“你哥哥起来了吗？”“我叫哥哥起来了，哥哥还在洗刷。”“大伯娘，你是不是想跟战远哥哥学厨？”欧阳健人小鬼大地问道。战远哥哥做的饭菜都很好吃，大伯娘想跟着学也很正常。他妈妈都说要跟战远哥哥学2招，然后天天亲自下厨做早餐给他吃，让他不必大清早就跑到大伯娘这边蹭早餐吃。可是他妈妈就是嘴上说说而已，每天他去叫妈妈起来过来学习一下，妈妈都说起不来。跟睡美容觉相比，他的妈妈还是选择睡觉的。看母爱就是那么现实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的。大伯娘想学一学。欧阳太太随口答道。小侄儿进来了，他和战远的谈话终止，便不再待在厨房里，带着小侄儿出去。你大姐呢？欧阳太太温声问着。欧阳健答道：我不是说大姐出去跑步了吗？他闪烁着大眼睛，仰头望着欧阳太太，稚气地问道：大伯娘，你是不是有心事？欧阳太太愣了一下，随即轻摸一下他的头，浅笑：你看得出来吗？大伯娘有心事？看不出来。那你为什么这样问大伯娘？欧阳健老实的道：大伯娘从来不会早起，今天早起还有黑眼圈，说明大伯娘没有睡好，没有睡好就是有心事。这小子挺聪明的吗？欧阳太太慈爱的再次摸摸侄儿的头，说道：大伯娘昨晚是没有睡好，大伯娘的心事可以跟我妈妈说一说。我姐总是说有心事就要说出来，说出来心情会好一点。咱们家里人多，大伯娘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出来，总有人能帮到大伯娘的。欧阳太太笑道：阿健的建议不错，等会儿我就去找你妈妈，跟你妈妈说一说我的心事。她几个妯娌都处得很好，有什么心事跟妯娌们说了，他们是会帮忙想解决的办法。这涉及到女儿的人生大事，也是欧阳家的大事，跟几个妯娌说一说，看看他们的意思。大伯娘，我妈一般都要10点过后才会起来，现在还早，大伯娘要不上楼去睡个回笼觉，要不就出去散步，吸呼一下早晚的清新空气。不过大伯娘要穿厚衣服，外面很冷的。欧阳太太微笑的道：大伯娘怕冷，就不出去散步了。大伯娘上楼去睡个回笼觉，你和哥哥吃了早餐后就去上学哦，在学校里要认真学习，别调皮。欧阳健认真的点头应允，他还是幼儿大班的小朋友，没什么学习重担。哥哥上小学1年级也没有学习重担的，真要说压力，也就是家里人对兄弟俩期待值太高，他们要学很多技能。欧阳太太上楼后，欧阳健又冲进厨房，战远做好的小兔子糕点刚好出炉，他先拿了2只放在小碟子里，递给欧阳健，笑道：先给你尝鲜你要的小兔子，刚出炉的，很烫，你小心点，别烫着了。欧阳健欢喜地接过了小碟子，谢谢战远哥哥。他端着小碟子出去，进了餐厅。2只小兔子捏得栩栩如生，欧阳健没有马上吃，他坐在桌子前，仔细看着小兔子点心，然后才一点点地吃掉。点心做得太精致，2只小兔子下肚，都不够欧阳健塞牙缝的。很快，欧阳俊下楼了，在外面晨跑的欧阳雅也进了屋。大姐，早上好。梁小芝看到大姐回来，笑着打招呼问好。
欧阳雅笑着说亲弟弟一句，今天不错哦，都不用大姐去叫你，自己起来啊。欧阳俊被夸得小脸涨红，是我去叫大哥起来的。欧阳健赶紧邀功，也得到了大姐的夸赞，小兄弟俩心满意足了。战远端着2份早餐出来，他和欧阳雅交换了一下眼神，眼神柔的可以滴出睡来。大小姐可以用早餐了。当着2个孩子的面，2个人眉眼传情，都很是克制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让2个弟弟先吃，他上楼换衣服。战远目送着他上楼。刚才欧阳太太问他对欧阳雅是真心的吗？还问了很多问题，战远都认真回答了未来的丈母娘。他对欧阳雅绝对是真心的。欧阳太太问他是冲着厨艺来的，还是冲着欧阳雅来的？他说他是冲着欧阳雅来的，因为欧阳雅是他的未婚妻，他要过来追妻。恰好欧阳家要招私厨，他正好应聘上。就这样，欧阳雅嘴巴特别挑，他得摸清他的喜好，努力做出能让他吃下去的饭菜，因为他要照顾他的下半生。还好他现在能胜任他司赶一职。欧阳太太还问了，如果他和欧阳雅真的结婚，婚后有什么打算？他的回答就和欧阳雅昨晚说的一样。欧阳太太无话可说了，主要是他知道，就算他有很多话要说，不能接受女儿和战远相恋的事实，也没用的，他做不了女儿的主。既然女儿动了心，这是女儿第一次喜欢一个男人，他当妈妈的支持便是。有战远在，他也不用再担心女儿，战远会照顾好女儿。想明白后，欧阳太太顿觉头顶一片晴天，不再像昨天晚上那样乌沉沉的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早餐过后，欧阳雅对战远说道，方便送我去公司吗？战远微愣一下，没想到他会让他送他上班。方便，我送大小姐上班了，再回来准备午餐的食材。战远那是求之不得的，他有专车司机，他鲜少有机会送他。欧阳雅嗯了一声，又对2个弟弟说道，吃饱喝足，该上学去了，别迟到。2个小家伙看了一下他，又看一下战远，总觉得大姐和战远哥哥有点不对劲，但哪里不对劲，他们又猜不出来。大人的事，他们小孩子管不了，算了，不去猜了。10分钟后，战远开着车载着欧阳雅出门，后面跟着2辆保镖车，专车司机站在原地目送着3辆车驶远，他的脸上带着几分的担忧，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战远抢走。战远一个做菜的，咋还给大小姐开车了？这分明就是抢他的工作呀！咋啦？管家看到司机站在这里不动，走过来关心地问了句：大小姐上班去了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管家看向停车场，没看到大小姐的专车呀，就连2辆保镖车都不见。司机垮着脸对管家说道，我可能很快就要失业了。失业？你要辞职？干得好端端的，怎么要离职？是工资低了还是其他原因？你说出来，我看能帮你解决的就解决，不用辞职。司机说道，不是我要辞职，是我的工作快要被战远抢走了。战远不是做菜的吗？他天天接送大小姐上下班，我这个司机都不用上班，不是失业吗？大小姐刚才和战远说了的，她下班也让战远去接她。管家，你想多了，大小姐没有要换司机的打算，她要换掉你会提前跟我说，让我先招了新司机才会通知你走人的。现在大小姐什么都没有说，你就放心吧。你给大小姐当司机都当了几年，开车很稳重，大小姐对你的工作是充分认可的，不会无缘无故就炒你的鱿鱼。管家安慰着司机，又小声说道，大小姐让战远送她上班，那是年轻男女的那点事情，就是爱情。司机瞪大眼，管家笑着说你天天跟在大小姐身边，这一点还看不明白吗？我是觉得大小姐对战远不寻常，但不敢多想。司机也压低了声音，问着管家，大小姐和战远在一起，
先生太太们能同意？管家说道。有什么不同意的？战远是管城战家的六少爷，战家也是千亿豪门，跟大小姐那是门当户对，般配得很。大小姐的婚姻他做主，先生和太太是管不了的。司机想了想，认可的点点头。所以你不用担心失业。大小姐和战远现在是热恋期，才会让战远送她上班的。司机一扫刚才的愁眉苦脸，笑道：我不担心了，只要大小姐不叫我走，我就不走，我要在这里干到退休。大小姐帮他们都买了社保，有些人干的时间长，在10年以上的社保都快要完了，以后退休有点退休金可以领，能够保障基本的生活，挺好的。战远不知道自己差点就要被司机当成抢工作的敌人了。他边开车边问欧阳雅：昨晚睡好吗？用早餐时有2位少爷在场，战远和欧阳雅都很克制自己的感情，没有流露出半分，像往常那样。挺好的。欧阳雅刚答完，就优雅地打了个呵欠，她自己都忍不住笑了一下，说道：虽说睡得好，但是睡得晚还是犯困。等会儿你帮我煮杯咖啡，一天不喝咖啡都撑不住。每天工作的时间太长，他睡眠是不够的，只能天天喝咖啡续命。咖啡喝得多了，他觉得提神效果减弱了。还记得他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，上午喝的，到晚上都还像打了鸡血似的，精神得很。现在啊，一天喝2杯都没有以前那个效果了。有时候傍晚喝上1杯咖啡，深夜回家时都困得要命。好，战远答应他，你应该多休息1天的，昨天回来的太晚了。战远心疼地说，他不要那么拼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。欧阳雅看着窗外的街景，很多时候他在车上都在处理事情，根本没有闲情去欣赏车外的风景。现在心情不同了，有着自己喜欢的男人在身边，车上又只有他们2个人，欧阳雅才有那个心情欣赏一下街景。已经给自己放了2天假，那么大的2家集团公司，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这2天休息，我有些工作都往后推了，多休息1天，后面就会多累几天。欧阳家那是家大业大，涉及太多行业。昨晚我妈看到了咱们俩相拥，跟我说了很多。战远默了默后说道，太太今天早上也跟我说了很多，问了很多问题，我都回答了，就不知道太太是否满意。欧阳太太起了个大早，下楼就跟他聊天。战远就猜到昨晚的事被欧阳太太看到了，确定了欧阳雅对自己也是有情的，战远就不单垫了。只要拿下欧阳雅，欧阳家其他人都不是难题。欧阳雅有足够的魄力，决定她自己的人生大事。欧阳雅笑了笑，你放心，我爸妈保管满意你。若真说有点问题，那就是我妈担心我远嫁。不过昨晚我也跟我妈说清楚了，想来我妈是认可的了。她说了她的婚姻，她做主，母亲就没什么话说了。当然还是战远拿得出手，要是战远拿不出手，她说再多也没用，母亲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阻拦的。欧阳雅不会让父母帮自己做决定，但她在乎家里人。若是父母坚持不接，她可能会选择分开。爱情她不是很看重，她看重的是亲情。战远笑，难得自恋了一次。他说道，我这么优秀，各方面都配得上你，我丈母娘肯定会认可我这个女婿的。欧阳雅嗔他8字还没有1撇呢，咱俩你有情我有意，早晚都要结婚的，怎么就没有1撇了，2撇都有了。海彤去了姐姐的家里，考虑到平时都是她起来给姐姐一家3口准备早餐的，昨天她搬出来了，也不知道姐姐有没有起来做早餐，她便在附近的早餐店给姐姐和外甥买了早餐。至于姐夫吗？这个点姐夫应该去上班了，海彤便没有买姐夫的那一份早餐。开了门进屋去，发现姐姐已经起来了，正在厨房里忙着呢。姐，彤彤你过来了。海玲从厨房里出来，看到妹妹很开心。
你吃过了吗？姐在下面条，也给你下一碗。不用，我吃过了。姐，你面条煮了吗？没有话别煮了，我给你和洋洋打包了早餐上来。还没有呢，我起来的晚了，你姐夫都是去外面吃的早餐，还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整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干，就是带孩子也不知道早起给他做早餐。海玲颇有点委屈，带娃一点都不轻松。儿子昨晚有点低烧，他担心儿子会越烧越厉害，整夜都没有睡好，孩子不舒服也老是睡着睡着就哭，他还得哄孩子，相反老公却什么都不管，睡得比猪还沉，要是被儿子的哭闹吵醒了，还骂他连个孩子都哄不好。姐夫不知道带孩子的累，姐周末的时候你就把洋洋交给他带上2天，他就知道带个孩子多不容易了，免得他老是怪你在家里只带个孩子什么事都不干。早餐他也可以起来做的，谁规定当妻子的就一定要给丈夫做早餐呢？洋洋呢？洋洋昨晚有点低烧，睡得不安稳，临近天亮了才退了烧，睡得安稳了，现在还没有醒，也是他睡得好了，我才能睡一睡，没睡多久就被你姐夫叫醒了，因为我没有早起来给他做早餐，被他骂了一回。海童听得一肚子的火气，洋洋怎么会发烧的？就算退烧了，姐，你等会也要带他去看看医生，预防反复。姐夫也真是的，孩子生病他不帮忙还要骂你。姐，我搬出去了，姐夫还坚持要跟你 AA 制吗？海玲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打开了妹妹给她打包的汤和粉，一边吃着一边说道，我等会儿就带洋洋去看看。还是坚持要跟我 AA 制，说我天天只知道花钱，不知道赚钱，不知道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。既然是一家子，我也要承担家庭的开支，这肯定是他姐教他的。我那个大姑姐嫁了人，还老是管着娘家的事，以前你姐夫对我可好了的，就是被他大姐教坏了。海玲很不喜欢他的大姑姐，喜欢挑拨是非，离间夫妻俩的关系，每次过来吃饭都挑剔得很，然后等大姑姐走后，他夫妻俩都得吵一回，还老是说他天天在家里花钱，读那么多书也不知道赚钱是个没用的东西。其实海玲在辞职之前，在公司里已经混到了财务总监这个职位，收入是很可观的，为了爱情，为了婚姻，她牺牲了那么多，换来的却是婆家人的辱骂。她花钱也只是花在这个小家里，她自己买衣服花的都是妹妹给的钱，衣服她都很久不买新的，化妆品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。但每次她买了新衣服、化妆品，婆婆和大姑姐都骂她乱花钱，哪怕她解释说是妹妹给她的钱，婆婆和大姑姐又会说，既然是给了她的，就是这个家里的共同财产，她也不能乱花。姐，要不就送洋洋上幼儿园，你重回职场赚到的钱不会比姐夫少。海童是很心疼姐姐的，以往她住在这里，姐姐家里的家务事她几乎全包了，就是免使姐姐那么累。你姐夫说要等洋洋3、4岁再送幼儿园，现在幼儿园的学费一年比一年贵，你姐夫的收入要供房供车，还要给家用，更要给他父母生活费，每个月余下来的钱很少，也就是我省吃俭用把你给我的钱存了些，否则我们这个家就真的一穷二白了。海玲以前是做财务这一行的，最会精打细算，她真的没有乱花钱，只要交得起学费就送洋洋去幼儿园，一来能让洋洋学点东西，也能跟小朋友们玩，二来姐能重新找份工作。女人不管婚前还是婚后，都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，不要再相信我姐夫说的鬼话，说什么他养你这才养了几年就不耐烦了。姐，你说我姐夫会不会在外头有人了？海玲吓了一跳，说道，应该不会吧，他的收入我很清楚的，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去养小情人。可是姐夫对姐的态度越来越不好，姐，你还是得为自己的以后打算，不能再在家里当个没有收入，
却不被理解体谅的全职妈妈了。海玲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“再说吧，彤彤，你别担心姐，姐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。你怎么样？我妹夫出差什么时候回来？要一段时间，他是在大集团上班的，工作非常忙。”海玲又细细地问了一遍妹妹在新家的生活，确定妹妹过得挺好的，她才放下心来。看过外甥后，在姐姐的催促下，海彤只得先回店里。她骑着电瓶车往书店而去，却还在想着姐姐一地鸡毛的生活，一分心就没有留意路况，差点被一辆车撞到，惊得她急速地往旁边拐去，险险地避开了那辆车，同时她也停了车。那辆车也紧急的刹车停车。海彤看向那辆车，竟然是劳斯莱斯豪车呀！劳斯莱斯后面还跟着好几辆清一色的轿车，估计车上的人都是豪车主人的保镖吧。在管城这个大都市，能看到豪车并不奇怪。海彤朝司机做了个对不起的动作，就赶紧重新开动电瓶车溜了，怕被骂。司机扭头对车后座的黑衣男子说道：“大少爷，刚刚那个是大少奶奶。”战印脸色阴沉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海彤差点撞上他们的车，他明显在分心。骑着车行走在车来车往的路上，他居然分心，想死是吧？想死也别找上他呀，免得弄脏他的车轮。